Cardano 巨鲸最近在买入吗？ Cardano ETF 通过后市场会怎么走？现在是比特币的阶段性低点吗？比特币的供给量不断在减少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图表中显示100万颗 Cardano 以上的地址增持 Cardano 的状况，在最近1年多的时间里面呢，100万颗 Cardano 以上的地址就总共增持了 14.1 亿枚的 Cardano， 占总量的 2.35%。 100万颗 Cardano 以上的地址在1年前大约就持有了 61% 总量的 Cardano， 经过了1年多的增持过后呢，目前100万颗 Cardano 以上的地址总共持有总量 64.63% 的 Cardano， 也就是大多数的 Cardano 都是集中在100万颗以上的地址里面的。那100万颗的 Cardano 大概价值70-80万美金，在一个币种上面就可以有70-80万美金的投资额，那可见这一些大资金他们的行为是有参考价值的。当他们在累积筹码的时候，很有机会此处就会是这个币种的低点。目前社群媒体热度上 Cardano 也在上升，图表当中显示各个币种的社群媒体热度。这张图表是统计了美国各个社群媒体在发文上面提到各个币种的次数，由此来推算的热度。那比特币的热度呢，当然都是第一。以太坊的热度在最近有显著的下滑， Solana 的热度也有显著的下滑。 Solana 在图中呢是以蓝色的长条图来表示的。在前期川普币有热潮的时候，由于是发行在 Solana 链上面的，所以 Solana 的热度也很高。当时 Solana 的价格呢也飙升到300块。不过最近 Solana 的热度就减少了很多。那最近 Cardano 的热度有显著的上升哦。之前 Cardano 的热度都很有限，但最近上升的幅度是非常之大的。由于最近呢，灰度申请了 Cardano 的 ETF，Cardano 的 ETF 最终很有可能呢会在今年的10月左右通过。我们在今年10月会有一波山寨币的 ETF 通过潮。不过最终 Cardano 会不会有很好的上涨，并不取决于有没有 ETF 的上市。比特币和以太坊 ETF 都上市了，也都面临了灰度的抛压。那 Cardano 也会面临灰度的抛压，因为申请 Cardano ETF 的就是灰度。那其他的山寨币绝大多数也都有灰度申请啊，所以这些币种上市过后，基本上都会迎来灰度的抛压。由于过去灰度信托呢是只能存入资金，你不能随意的卖出的，或者说卖出的市场上面流动性是有限的，那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折价。那当 ETF 可以上市过后，就可以自由交易，就可以自由进出，那么就会有一定数额的 Cardano 还有其他上市的 ETF 会被抛售，就会造成一定的抛压。在比特币还有以太坊上面我们都有看到。那最终决定这个币种它会不会有很好的回报，并不取决于有没有上市，而是取决于有没有大量的资金流入 ETF。 传统金融的资金，美股的参与者，美股的资金会不会买这些 ETF。Cardano 确实有机会为你创造比较好的回报，但同时也伴随着比较高的风险。山寨币的行情大多暴涨暴跌，我们最后比较难抓出场点，很有可能相差没几天，但回报率就会差非常多。即使我们用分批出场的方式，分批出场的时间段，分批出场的频率，也会大大影响你最终的回报。第二，山寨币的涨幅非常集中，很有可能你持有了非常长的时间，但回报率是有限的，那就会非常影响你的持仓心态。但像比特币的涨幅比较和缓，比较分散，你持有了相应的时间，你就有相应的回报，比较不会影响你的心态。第三，山寨币的涨幅大多集中在牛市的后期，到了牛市的越后期，山寨币越有机会有比较好的上涨。那么这些山寨币的持有者就会把手中的持仓拿到牛市的越后期。但像我比特币的持有者，到了牛市越后期的时候，手中的持仓一定是越来越少的。那如果到了牛市的后期，依然持有大量的持仓，那么就会大大增加你的风险。所以当大家渴望利润的时候，也要注意好同时伴随的风险。持有任何币种都是没问题的，前提是要 DYOR， Do your own research。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
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itGet 链接，现在只要入金就可以参加抽奖，而且最小奖就有$20的现金，拿到之后你可以直接提币，甚至有更高的几百美金你都可以直接提币走。图表中显示比特币散户需求30天的变化量，当市场上比特币散户需求大幅度降低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代表阶段性的低点到了。上一轮牛市519大回调当中，有很多的散户被吓跑逃离了市场，比特币散户的需求量急剧的降低，当时市场上阶段性的低点就出现了。当 FTX 破产后，比特币的散户都被吓跑了，市场的需求量急剧的降低，比特币的低点就来到了。我们在过往38000的时候，49000的时候，比特币散户的需求都来到很低的位置，有很多的散户都被吓跑了，那么市场的低点就出现了。虽说目前价格没有很大的回调，但长时间的震荡也让很多的散户离开了市场。当比特币散户需求量降低来到很低的位置的时候，那么市场的阶段性低点就非常有可能出现了。目前比特币的供给量在各方面都在持续的下降，图表中显示币安在各个币种的数量，比特币在币安上面的数量在最近一段震荡时间急剧的下滑，以太坊的数量呢表现得比较平稳， USDT、USDC 表现得都很平稳，只有比特币是在下滑的。当比特币的供给量减少的时候，市场上依然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比特币，再买入比特币，那么唯一可以暴涨的就只有价格了。在传统金融上呢， ETF 的买入量一个月大约可以买入5万颗的比特币，比特币现在每个月的开采量不过是18000颗，比特币现货 ETF 的净流入量要远大于比特币的新开采量，所以市场上面可以供给的比特币只会越来越少，因为买入的力量是远大于供给的力量。从传统金融，从交易所，我们都可以看到比特币的供给量正在大幅度的降低。美国最终非常有可能把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图表中显示美国各州对比特币战略储备的进度，各位可以观察，大多数是美国中部的州，也就是共和党执政的州，共和党有较多支持率的州。我们也可以观察，共和党在加密货币的支持力度上是比较高的，像川普大力支持加密货币，他就是共和党的。那目前共和党也掌握了美国参众两院，我们非常有机会在未来的4年内就看到比特币最终变成美国的战略储备。图中呢，有在走比特币战略储备流程的州就来到了19个，最近还在不断的增加。美国已经大约有1/3的州在建立比特币的储备了，而且有2个州的进度是比较快的，就是犹他州还有亚利桑那州。这2个州已经在走议会的流程了。那么最有机会率先通过比特币战略储备的州就是中部的犹他州。犹他州非常有可能在今年的年中之前就出台成为第一个美国建立比特币战略储备的州。那么有一个样板过后，未来会有更多的州建立比特币的战略储备。如果美国绝大多数的州都建立了比特币战略储备，那么美国就非常有机会建立比特币的战略储备。我也认为最终美国是一定会建立比特币的战略储备的。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